2010年12月的台北，正迎来近年来最冷的一波寒流。大屯山上的气温早已降至个位数，即便是市区的敦化南路，那夹着细雨的东北季风在傍晚时分刮过路树，也吹得行人都缩起了脖子，纷纷拉紧身上的厚重外套。5星级国际大饭店前，一辆辆黑色的双 B 轿车与凌志房车依序在回车道停妥，个个西装革履的绅士，鱼顶驻精致妆容，披着皮草大衣的贵妇们正依序下车，在服务生殷勤的撑伞接待下，踩着优雅的步伐走进温暖奢华的大厅。今晚，这间饭店的顶级大宴会厅被台北政商圈的一场世纪婚礼给包了下来。男方是阙家在商界崭露头角的27岁青年才俊阙恒远，女方则是舒家的掌上明珠舒文瑜。宴会厅内灯火辉煌，数十桌高档的微制伍德古瓷餐具在璀璨的水晶吊灯下折射出奢华的光芒，空气中弥漫着高档香水与香槟的香气。与大厅内嘈杂而热络的敬酒声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那站在新娘休息室落地镜前的舒文瑜，她有着一张精致的瓜子脸，此时身上正穿着一袭价值不菲的纯白手工婚纱，层层叠叠的蕾丝与裙杯将她衬托得如同童话中的公主。然而她的眼中却没有即将生为人妻的喜悦，反而交织着痛苦与决绝。文瑜，你今天真的太美了。休息室内正说着话的是穿着粉色伴娘礼服的好闺蜜蓝雨欣，她正一边帮她理着头纱，一边压低声音笑着。对啊，反正婚礼都走到这一步了，你爸妈那边也有了交代。另一位闺蜜贺新宇也凑了过来，眼神里带着一丝玩世不恭的疯狂。前天晚上在 pub， 我们不是都帮你和连浩成庆祝过了吗？你应该没留遗憾了啦。听到连浩成的名字，舒文瑜的身躯微微一颤，眼眶瞬间有些泛红。我还是觉得对不起恒远。舒文瑜咬着下唇，声音细不可闻。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你又不是自愿嫁给阙恒远的，况且还不是你爸公司需要阙家的资金。闺蜜简已安坐在一旁的沙发上，一边划着刚流行起来的智慧型手机，一边不以为然的撇嘴。再说了，那天晚上冯若璇讲的话也是最对的了。坐在一旁的冯若璇立刻接话，语气理所当然且带着一种扭曲的自我感动。本来就是啊，女人如果无法嫁给心爱的男人，那就应该要把宝贵的第一次奉献给心爱的男人。既然你已经把最珍贵的身体和这几年的真心都给了连浩成，那今天这场婚礼就当作是你去演一场豪门大戏，拿个富太太的门票，以后你想怎么慢慢滋润连浩成，阙恒远哪会知道，不是吗？舒文瑜听着这几个闺蜜们的安慰，心里那股背叛的罪恶感竟然被一种为爱牺牲的凄美感给掩盖了过去。她深吸了一口气，看着镜中精致的自己，低声说道：等一下二进的时候，我点了那首梁静茹的情歌，我会亲自唱出来。我知道她今天坐在最角落的那一桌，这首歌也是我这辈子唯一能公开唱给她听的真心话。此时在热闹的宴会厅主桌上，阙恒远正静静地坐在新郎的位置。27岁的他拥有着一副帅气的脸庞，以及他那身形挺拔，一件合体的黑色高定西装更加将他衬托得愈发沉稳。他的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礼貌微笑，在面对舒文瑜父母以及现场长辈的敬酒，他总是优雅的举杯，滴水不漏的应对。然而那双深邃的眼眸底下却是一片如12月台北夜空般的冰冷。就在2天前，他的手机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里面躺着10张高画质的照片以及一小段录音。那照片的地点是在台北东区一间隐秘的 pub， 画面里舒文瑜穿着火辣，毫无顾忌的在众多闺蜜的起哄下，与一名长相俊秀却显得有些阴柔的男子连浩成激烈舌吻。而那段录音清清楚楚地录下了冯若璇那句女人如果无法嫁给心爱的男人，那就要把宝贵的第一次奉献给心爱的男人的惊世言论，以及当晚两人牵手走进林森北路某家精品汽车旅馆的画面。那一刻，阙恒远没有愤怒到失去理智，他只是冷笑了一声，随后打了几通电话，让征信社把所有拍到的照片全部冲洗放大，并且做了一些特别的安排。这场婚礼他会让他如期举行，因为他要让舒家在爬到最高最风光的时候，再狠狠地让他们摔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各位亲朋好友，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新郎新娘。第二次进场，随着婚礼主持人的高亢嗓音与全场暗下来的灯光，宴会厅的大门缓缓拉开，一束强烈的追光灯打在舒文瑜的身上。此时的她换上了一身淡粉色的晚礼服，手里拿着无线麦克风。当前奏的钢琴声在宴会厅顶级的音响中响起，正是那首在2010年红遍大街小巷的情歌。舒文瑜缓缓迈开步伐，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全场，确实相当动听，情感真挚的令人动容。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台下的亲戚长辈们纷纷点头赞叹，不少女宾客甚至被她歌声中那股浓郁的、近乎化不开的哀伤与深情给打动，纷纷鼓起掌来。舒家的父母坐在主桌上，满脸都是自豪与得意。然而，没有人注意到，舒文瑜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向走在他身侧、面色平静的阙恒远身上，而是死死地锁定在宴会厅最角落、靠近逃生出口的那一桌。在那一桌的阴暗角落里，穿着一身有些不太合身西装的连浩成，他正面色复杂，眼眶含泪地看着台上的舒文瑜，两人的眼神在半空中交汇。仿佛这座喧嚣的宴会厅里只有他们彼此，正在上演一场被世俗给拆散的梁祝悲剧。阙恒远站在他身边，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极其讽刺的弧度。舒文瑜走到舞台中央，音乐也渐渐准备进入尾声。当舒文瑜唱完最后一句歌词，眼角恰到好处地滑落一滴清泪，赢得了全场如雷的掌声。主持人连忙上台，激动地说道：“太感人了！新娘这首情歌，真的是对新郎最深情的告白。接下来，我们请新郎恒远也来跟我们分享几句话。”主持人将另一只麦克风递给了阙恒远，阙恒远接过麦克风，挺拔的身姿在追光灯下显得无比耀眼。他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宾客，又看了一眼身旁还沉浸在自我感动中微微喘息的舒文瑜。谢谢大家今晚抽空前来。阙恒远开口，低沉磁性的嗓音透过音响，瞬间让全场安静了下来。刚刚文瑜唱得很好，情感很投入。阙恒远顿了读，目光忽然转向舞台角落的主持人。不过，有些话我必须在现在说清楚。台下的宾客纷纷露出微笑，猜想新郎是要发表什么浪漫的誓言内写。阙恒远转过身，正面对着舒文瑜。舒文瑜看着他那双毫无温度的眼睛，心头莫名的漏跳了一拍，一股不安的预感突然铺天盖地而来。舒文瑜，我其实一直都知道，你心有所属。阙恒远的声音依旧平静，甚至连一丝愤怒的颤抖都没有，透过麦克风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全场的笑容瞬间凝固。你在说什么？恒远。舒文瑜脸色一白，握着麦克风的手开始发抖。这场婚礼是你家人要求的，为了舒家的公司，你委屈了。阙恒远淡淡的说着，随后将目光移向宴会厅最角落的那一桌。你刚刚那首深情至极的情歌，唱的确实感人，不过那不是唱给我的，而是唱给坐在那一桌最角落席位上的男子连浩成先生听的。这是你对他的深情告白，对吧？这番话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整个宴会厅瞬间掀起一阵压抑的惊呼与骚动。所有宾客的目光齐刷刷地顺着阙恒远的视线看向了角落里早已脸色惨白、手足无措的连浩成。舒家父母脸色大变，猛地从主桌站了起来。阙恒远，你在胡闹什么？舒文瑜的父亲愤怒地大吼。阙恒远根本没有理会台下的叫嚣，他只是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精致却虚伪的新娘，将麦克风拿近，一字一句地宣布：既然你这么深情，我阙恒远也不做拆散鸳鸯的恶人。今天这场婚礼正式取消。舒文瑜，你自由了。说完，阙恒远随手将麦克风塞进身旁早已吓傻的主持人手里。在全场近乎窒息的死寂中，他转身迈开长腿，头也不回地走下舞台。恒远，恒远，你听我解释。舒文瑜此时才如梦初醒，眼泪疯狂涌出，提着沉重的裙杯试图追上去，却因为高跟鞋一歪，狼狈地跌坐在舞台上，那打扮精致的发型瞬间散落。
全场彻底炸开了锅，亲戚的耳语声、盘子碰触声、惊呼声此起彼伏。而这场风暴此时才刚要移向会场之外。此时，在大宴会厅隔壁的另一个中型宴会厅里，正办着一场温馨的家族聚会。一名女子正穿着一身简单却不失端庄的粉蓝色洋装，留着一头乌黑柔顺的黑直发，长度刚好及肩，显得清纯而充满朝气。她有着一张绝美脸庞，此时正礼貌地陪着家里的长辈聊天。她名字是岳清河。隔壁大厅突然传来的隐约巨响与随之而来的嘈杂人声，让这个原本安静的包厢产生了骚动。隔壁出什么事了？闹得这么大声？岳清河的母亲疑惑地望向门外。我去帮大家拿点果汁，顺便看看。岳清河微微一笑，贴心地站起身。当他推开包厢大门走到走廊时，却发现整个饭店2楼的长廊早已乱成一团。无数穿着华丽礼服的宾客正从大宴会厅里涌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兴奋与不可置信的八卦神情，疯狂地往大厅礼金桌的方向挤过去。岳清河顺着人流走过去，远远地，他便看见了那个刚从宴会厅里走出来的男人。那是一个人格孤傲而挺拔的男人。阙恒远身上那件黑色西装外套扣得一丝不苟，即便身后是整片人声鼎沸的混乱与哭喊，他的脚步却依旧沉稳，精致的脸庞上没有一丝狼狈。那种彷佛将全世界都隔绝在外的冷冽气场，让站在人群边缘的岳清河心头微微一震。他忍不住驻足，目光死死地锁定在那个与周围闹剧格格不入的清冷背影上。而在大宴会厅的贵宾席里，有着另一名女子正静静地站在那里。她今天穿着一件深紫色的优雅长裙，一头长发被精致地盘在脑后，露出光洁优雅的景象，几缕微卷的发丝垂在耳畔，将她那张精致的脸庞衬托得如同一尊艺术品。她叫千木雨。千家与阙家在商业上有着多年的深度合作关系，因此千木雨今天是以世交晚辈的身份出席。他原本只是安静地待在席位上，直到看着阙恒远在台上扔下那枚震撼弹。看着阙恒远冷漠走下台的模样，千木雨藏在长袖里的手微微收紧。他与阙恒远在过去的商业场合见过几次，深知这个男人骨子里的骄傲。此时看着台上哭得不成人形的新娘，再看看台下那些指指点点的亲戚，千木雨英气的眉宇间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他没有跟着人群去挤礼金桌，而是立刻提着裙杯转身走向了通往饭店大厅的电梯。与此同时，饭店1楼的大理石大厅内也有一名女子正坐在靠窗的沙发区，她是伊宁雪。她这次是特地从国外回来，特意陪家人北上到台北度假2周。此时的她穿着一件雪白色的高领喀什米尔毛衣与深色长裤，一头及腰的波浪卷发如瀑布般散落在身后，散发出一种清冷、高贵且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手里的热美式咖啡正冒着白烟，伊宁雪正偏住头，看着窗外台北街道上的细雨，试图享受片刻的宁静。然而，通往2楼的旋转楼梯上却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动静，哭喊声、怒骂声打破了5星级饭店大厅原有的优雅爵士乐。伊宁雪清冷的神情微微一动，眉头轻蹙，她转过头，刚好看到2楼礼金大厅的方向，一团黑压压的人群正一边推搡一边往下冲。而在那群人最前方的是一身黑色大衣、面无表情正往饭店大门走去的阙恒远。而在人群之中，一个穿着利落套装、留着利落短发的年轻女子正敏锐地穿梭着。她是岳映兰，台北阔青日报的明星社会线记者。今天她原本只是在饭店1楼追查一则财经大佬的私密饭局，却没想到职业本能让她捕捉到了2楼传来的这场豪门婚礼世纪大八卦。快把手机拿出来录！岳映兰低声对住身边的实习摄影师吩咐，自己则以金熟练的挤到了礼金桌的最前线。此时的礼金大厅已经变成了大型处刑现场，舒文瑜的父母、舒服与叔母脸色铁青，带着10几个男女方的重要亲戚，终于在礼金桌前将阙恒远给拦了下来。阙恒远，你给我站住！舒服气得全身发抖，指着阙恒远的鼻子破口大骂：你算什么东西？当着台北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面前，这样羞辱我女儿！你今天不给我们舒家一个交代，你休想走出这间饭店！周围无数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全部围了上来，
对着阙恒远指点点：“这年轻人怎么这样？太过分了吧！就是说啊，新娘子歌唱的那么好，就算有什么误会，也不能在婚礼上这样搞啊！这不是让人女方一辈子抬不起头吗？”听住周围亲戚的指责与咒骂，阙恒远停下脚步，他冷眼看着眼前暴跳如雷的叔父，以及一旁哭得妆容全毁、拉着婚纱裙悲感到的舒文瑜。要交代是吗？阙恒远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威压。他缓缓侧过身，修长的手指指向了原本用来摆放新郎新娘唯美婚纱照的谢客背板与礼金桌。交代都在桌上，你们自己看吧。众人微微一愣，纷纷转头看去，这才发现原本摆放金制相簿的桌子上，此时不知何时竟被铺满了几百张大尺寸的高画质彩色相片。叔父冷哼一声，大步走过去，扯过最上面的一张照片，只看了一眼，他的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整个人僵在原地，脸色由青转白，再由白转黑。这是什么？叔母也凑了过去，看清照片的瞬间，一声尖叫卡在喉咙里。周围的亲戚见状，哪里还按捺得住，纷纷像是抢特价商品一样围了上去，抓起桌上的照片。天啊，这不是舒文瑜吗？这男的是谁？这人不是阙恒远啊！我的妈呀，两人在 pub 亲成这样，这舌头斗！等一下，后面这记账，这不是林森北路那家很有名的汽车旅馆吗？时间是前天晚上。照片清清楚楚，高画质的镜头下，舒文瑜穿着暴露，在酒精与迷幻的灯光下，与连浩成在无数人的起哄下狂热舌吻。更有几张是深夜2点，连浩成搂着醉醺醺的舒文瑜，两人急不可耐地走进精品磨铁的特写，连进房的时间与车牌号码都被精准地打上了时间戳记。更绝的是，旁边悬放着机台征信社特制的小型播放器，此时正循环播放着前天深夜在 pub 里的录音。音响里清清楚楚地传出闺蜜冯若璇那尖锐且得意的笑声。女人如果无法嫁给心爱的男人，那就要把宝贵的第一次奉献给心爱的男人。你已经把最珍贵的身体和这几年的真心都给了连浩成，今天这场婚礼就当作是你去演一场豪门大戏，拿个富太太的门票。这段音频配合着高画质的开房照片，如同在平地惊起一声春雷。整个礼金大厅静止了3秒，随后原本还在咒骂阙恒远的亲戚团，舆论瞬间产生了崩塌式的反转。不要脸，简直不要脸！方才还在帮舒家说话的一位女性长辈，此时气得浑身发抖，将照片狠狠砸在舒文瑜的脸上。亏我们刚刚还觉得你唱歌深情，原来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啊！想当阙家的富太太，背地里还要拿阙家的钱去滋润外面不三不四的小白脸。舒家的家教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前天晚上还去跟别人开房，今天竟然有脸穿婚纱上台唱情歌告白，这算什么？贞节牌坊吗？铺天盖地的唾骂、生于鄙夷的目光瞬间将舒文瑜淹没。舒文瑜看着那些照片，整个人如遭雷击，脸色惨白的没有半点血色。他疯狂地摇着头，试图去捡那些照片。不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听我解释。啪！一声清脆且极其响亮的耳光声响彻大厅。舒府颤抖着手，一巴掌狠狠地抽在舒文瑜的脸上，将他整个人抽倒在大理石地板上。我没你这重不要脸的女儿，舒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舒府捂着胸口，险些气得昏死过去。而原本跟在后面的那群闺蜜们，蓝雨欣、贺新瑜、简以安、冯若璇，此时看到照片里也有他们放浪形骸、起哄教唆的画面，甚至连名字都被精准标注在旁边，一个个吓得花容失色，试图转身溜走，却被愤怒的阙家亲戚团死死堵住。就是这几个女人带坏文瑜的，物以类聚，自己犯贱还要叫别人作践自己。大厅内推搡声、哭喊声、责骂声乱成一团。这时岳应兰的眼睛正亮得吓人，快把那几张相片拍特写，录音档一定要录清楚。岳应兰一边用最新款的 iPhone 4疯狂拍照，一边指挥一旁的摄影师。他那敏锐的毒辣眼光已经看到了这则新闻背后的爆炸性流量，
在这2010年底，智慧型手机与网络社群平台如 YouTub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正在台湾年轻一代中迎来大爆发。标题他也都想好了：豪门婚礼惊爆是纪律帽，新娘二进深情献唱，大厅经现磨铁开房照，闺蜜经试金句曝光，第一次要给真爱。这绝对会成为全台湾甚至华人网络圈年度最轰动的猎奇丑闻。在整片宛如地狱般的混乱中，阙恒远成了唯一清醒且抽离的人。他冷眼看着跪在地上的舒文瑜，以及不远处被几名大汉揪住，吓得已经尿裤子的连浩成。他抬起手，优雅地将胸前那枚写着新郎的精致胸章扯了下来，随手扔在了舒文瑜的眼前。舒文瑜，这场戏演得不错，可惜你的观众不买账。说完，阙恒远转身推开饭店的玻璃旋转门，大步走进了台北12月冷冽的寒风与细雨之中。大厅靠窗的沙发上，易凝雪全程目睹了这一切。她看着那个男人在扔下胸章，彻底毁掉女方家族后，竟然还能如此优雅冷静地离去。尤其是当阙恒远经过他身侧时，一阵淡淡的冷冽男士香水味夹杂着风雨的气息掠过，易凝雪那双向来高冷无波的眸子里第一次泛起了强烈的涟漪。而在2楼走廊上的岳清河看着大厅里那一幕荒诞却又无比真实的豪门丑闻，以及那个在风暴中心全身而退的黑色背影，心跳不由自主地漏了一拍。刚从电梯下来的千木雨默默站在大厅的柱子后面，看着满地的相片与书家的狼狈，又望向大门外那辆发动引擎在黑夜中亮起猩红尾灯的黑色座车，脸庞上竟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神色。这一夜，2010年12月的台北寒风刺骨，这场婚礼的闹剧就这样在乐映栏等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不到短短几个小时，便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整个网络。那段高画质的录音与第一次奉献给心爱的男人的惊世金句，被剪辑成无数个版本，疯狂地上传到了 YouTube、Twitter、IG 等各种影音论坛上。全华人网友彻底炸开了锅，各大讨论区更满是铺天盖地的辱骂与嘲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想当豪门富太太，私底下还要拿男方的钱去滋润小白脸，这新娘真的绝了。最经典的是还在台上深情唱歌，我都快吐了。这女的到底把新郎当成什么了？百宝袋吗？感谢新郎当机立断，这种女人娶回家，一辈子戴绿帽戴到头顶发青。那群闺蜜也是神队友，那句金句真的刷新我三观。建议全台湾男人把这几个女人的名字记下来，以后看到直接绕道。网络上的腥风血雨与舒家的名誉扫地，此时都与阙恒远无关了。他独自开着车奔驰在深夜空旷的市民大道高架桥上，车窗摇下一条缝隙，那冰冷的寒风猛烈地灌进车厢，吹散了他在婚宴上沾染到的所有虚伪香气。他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不断倒退的台北夜景，延伸进无尽的黑暗之中。